我直播算命，连线到一个男主播，我问他是不是杀过人，他脸色立刻就变了。是啊，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10分钟后，房门被敲响，弹幕上所有人都在喊我快跑。他是那个著名的直播变态杀人犯。我轻笑一声，他们不知道我是唯一的帝师传人。大师，上次算命的说我眼睛大，是富贵之相，你看我像吗？我打着哈欠，凑近电脑仔细看了几秒，一脸严肃。我看你像甲亢，别搁着算命了，下午去医院挂个号吧。下一个。说完毫不留情地切了画面，弹幕立马笑骂声一片。这是我见过最讲科学的算命大师。啥大师啊，就是个颜值主播，算命屁点不懂，飞哥那蹭。我没搭理他们，继续连线下一个。屏幕卡顿2下，视频里出现一个陌生男人的脸，他戴着口罩，鸭舌帽，冲我一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细长的缝。大师，你看我像啥？终于来了，我立刻打起精神。我看你像个畜生，头尖额窄，眉短骨突，眼露3白，你杀过几个人了？男人的笑容瞬间凝固。弹幕，这就过分了，戴着帽子咋看出头尖额窄的？对呀，还说人畜生，这乔大师咋骂人呢？下一秒，男人不笑了，他眼露凶光，缓缓伸手摘下帽子握在手里，然后从旁边拿出一把尖刀，对着屏幕忽然用力一捅，刀尖停留在屏幕上方1毫米，弹幕瞬间爆炸。我靠，我刚才不暂停屏幕就被他捅死了，吓死我了！妈妈救命，这个男人好变态啊！他为什么在旁边放了一把刀？男人忽然激动起来，用刀尖对着屏幕划来划去，喘着粗气。是啊，我就是杀人犯，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，你等着！结！他笑声尖利，语气诡异，围观群众都被吓傻了。这年头什么变态都有，真的好可怕。我却轻笑一声，挑衅地冲屏幕比了个中指。我等着你来杀，不来就是畜生。我没关直播，抽空在屋子里摆了个阵，镜头中观众只能看见我在几个地方放了铜钱，插了3角旗，不知道我具体在干啥。主播在干嘛呀？看不懂，不会是在做法吧？不是算命的吗？怎么还会做法？主播心真大，被刚才那个变态恐吓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刚摆好阵，下一秒，房门被剧烈的拍响，伴随着一道尖利粗糙的嗓音。开门！弹幕静默1秒，疯狂刷屏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是那个直播杀人犯啊！主播快跑！没开玩笑，他真的会杀人！我操，吓死了！快报警啊！快报警！别开门！快跑！快跑！所有人都吓疯了，我却面不改色，甚至冲镜头摆了摆手。我叫乔墨雨，是南疆大学的大3学生，也是当代唯一的帝师传人。帝师，古代又指风水先生。俗语有云：一等帝师观星斗，二等风师巡水口，三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，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。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，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，效命于帝王家。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，也是世传的封门门主。身为门主，诛杀妖邪，匡扶正道是我的责任，也是义务。前段时间，哈尔滨忽然出现了几起连环凶杀案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接连死了4个人。死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死之前正在直播。根据热心群众分析，这几个博主在当天的连线直播中都骂过人，被骂的那人要么戴帽子，要么戴面具，从不展露真实面貌。但诡异的是，他却能顺着网线快速地找到对方，然后行凶。之前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凶杀案，直到偶然间看到一段视频，凶手在连线聊天时会开玩笑地冒出一句话：“你看我像人吗？”我立马就知道了，凶手不是人。所以我请假飞到哈尔滨，租下一间公寓，在网上直播算命，引他上钩。你们知道黄鼠狼讨风吗？黄鼠狼能修炼成精，化成人形，但是在他们成为人之前，必须要找到当地人询问自己像不像人。如果对方回答像，那他们就算通过了考验，也可以顺利变成人。但如果对方回答不像，他们就会前功尽弃，重新修炼。敲门声持续地响着，我却对着镜头慢条斯理地科普：人是万物之灵，人身是最适合修道的。脊骨24节对应24气，肺管12节名为12重楼。因此，精怪想要成仙，最开始就要修炼成人，200年能人言，在300年化成人形。化成人形时，要获得人类的认可，便是所谓的讨封。这凶手是黄鼠狼所化，即使已经成型了，也还是保留之前的习惯，生怕自己露出马脚，所以会动不动问人自己像什么。但令人想不通的是，他花了300年的时间才化成人形，正该好好积累功德修炼，怎么反而大张旗鼓的杀人？这是生怕引不来有关部门出手啊！带着满腔疑惑，我走过去，伸手打开了房门。弹幕：博主别作死，别开门，求你了！完了，我根本不敢看，天哪！我真的心脏骤停。房门打开，门外站着的正是视频里的男人，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连帽衫，手里还握着刚才那把刀，冲我诡异一笑。我正要说话，对面房门忽然被大力打开，一道怒吼声紧接着传来：“敲你妈啊！我操！半夜3更，在这咚咚咚砰砰砰的，你节奏感还挺强啊你咋不去夜店打碟呢？”
哥这吵你妈睡觉，你他妈再吵一个试试，老子把你头盖骨拧下来。一个20出头的漂亮女生黑着脸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握着根棒球棍。她染了一头夸张的金发，穿着睡衣，个子很高，目测最少175厘米。我怕把黄鼠狼给吓跑了，立马点头道歉。对不起啊，大姐，我这就进去，不会再吵你了。你哥谁喊大姐呢？女生翻个白眼，嗤笑道：我他妈今年才22，你喊鸡毛姐呀？好的，鸡毛姐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继续道歉，鸡毛姐却更生气了。你有病啊！我说李佳佳，半夜3更你哥这吵啥呀？烦死了！又一个男生从鸡毛姐身后走出来，看清我的样子，他瞬间眼前一亮。他一手撑在门框上，撩了下刘海，冲我挑眉。美女，我叫李寻，你也可以叫我李寻欢。哈呵，哦，你别误会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是我妹，亲妹。我不喜欢她这样事儿的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安安静静的姑娘。李寻比鸡毛姐还高了一个头，穿着短袖，胳膊上肌肉鼓胀，身材很好。我转头看了黄鼠狼一眼，果然他已经心生退意，正把刀藏进怀里，低头要走。我忙一把扯住他，别走！哐啷，他被我拉住胳膊，怀里的尖刀掉落在地。李寻顿时倒吸一口冷气，我们4个人盯着地上的尖刀，一同沉默。鸡毛姐先反应过来，往旁边一跳：两口子啊，你们搁着玩家暴呢？李寻痛心疾首，为什么每一个美女旁边都有属于她的合同？这么美的姑娘，你还拿刀威胁她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呀，哥们儿！来，我跟你说说，你要实在不满意这个媳妇，你就让给我。李寻伸手搭住黄鼠狼的肩膀，推着他往我屋子里走，一边冲鸡毛姐使眼色。鸡毛姐翻个白眼，口气硬邦邦地安慰我：实在过不下去你就离婚，他今天都能拿刀威胁你了，下一步不是要杀人？内命重要啊，还是爱情重要啊？何况他长那酸笋样，你咋产生的爱情？兄妹2个啰里吧嗦一大堆。李寻走进我房里的时候，一脚就踢翻了我几枚5帝铜钱，鸡毛姐则把我的镇魂幡踩在脚底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蹲下身把旗帜捡在手里。哎呀，姐妹，你还搁这做法呢？那男人要变心，你搞这玩意儿有用？你咋不念个紧箍咒呢？我瞅他长得也像个猴，你念个紧箍咒说不定还好使。阵法被破，我和黄鼠狼对视一眼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阴森森地笑起来，伸手扯下口罩，转身反锁上房门。看清黄鼠狼的长相，李寻顿时不淡定了，他伸手摸着自己下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不是，妹子，就他这长相，你到底图他啥？我输哪了？啊，我到底输哪了？黄鼠狼是个30出头的中年人，鼻梁歪斜，一口大黄牙，他冲我笑了笑，嘴巴越张越大，大到超出正常的生理曲度，牙齿也慢慢变长。李寻还在那胡搅蛮缠，鸡毛姐已经反应过来了。他低头看一眼自己手里的旗帜，往旁边退了一步，努力把庞大的身躯缩到沙发后面。不是，仙姑，我是不是打搅你做法了？那啥，哥，咱们这就走吧，你们俩继续。一边说，一边试探着拉住李寻，想开门出去。黄鼠狼就贴门站着，沉着脸，死死地盯着他们看。鸡毛姐立刻举手投降：我不出去也没事儿，我哥这做会挺好的。出去啥玩意儿？你能眼睁睁看着这妹子被这猴欺负？李佳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是那个了，太没正义感了。李寻不赞同地瞪了鸡毛姐一眼，鸡毛姐立马炸了：李寻，你他妈是不是虎啊？人家仙姑在做法，就那个大神儿出马仙，你他妈小时候的事都给忘了。话音刚落，头顶忽然发出一声脆响，屋顶的灯泡炸了，下一秒电脑屏幕也漆黑一片，整个屋子都陷入黑暗，只有窗外隐隐透进些亮光。屋子里进门左手边靠墙的地方就是沙发，鸡毛姐尖叫一声，一手把沙发拖过来，然后跳到沙发后面，选了个抱枕挡在胸前。李寻还傻乎乎地待在原地，转头看我一眼，又看向黄鼠狼：你是出马仙？出马仙，东北特有的传统民俗，是古代宗教萨满教的延续。据说精灵妖怪为了修仙攒功德，会在人群中选出自己的弟子，借弟子人身行善度人，被他们选中的就是出马弟子，又叫出马仙。这一类人出马之后会有特殊的本领，能给人断事治病，驱邪转运。黄鼠狼手里握着刀，头部左右转了转，向最近的李寻走去。李寻想反抗，却震惊地发现自己身体动不了，他惊慌失措，尖叫着求饶：仙姑，妈呀，快救救我呀！我站在原地没动，这对兄妹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又刚好破坏了我的阵法。自古以来，精灵妖怪中，狐妖和黄鼠狼就智多狡黠，东北本地又多信奉黄大仙，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一伙的。黄鼠狼走到李寻面前，呲着大黄牙，伸出舌头在他胳膊上舔了一下。变态呀！救命！妹，快救救我呀妹！鸡毛姐躲在沙发后，瑟瑟发抖。你喊我有个鸡毛用？你那么大个子，跟他干啊！李寻快哭了。我浑身动不了啊！李佳佳，你他妈还上过武校，这瘦猴子不是你对手，你快来救我呀！他舌头刺挠，我要被他活活舔死了。兄妹2个一句我一句，说相声似的。我在旁边听了一会，看着黄鼠狼呲起牙齿，猛地朝李寻脖子咬去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握着七星剑，飞快地往前一捅。本来这剑能顺利贴着李寻的脖子，刚好卡在黄鼠狼口中。谁料忽然有一道身影扑过来，重重地撞在李寻身上。七星剑被撞飞，李寻摔倒在地，把黄鼠狼压在身下。黄鼠狼抱住他，在他胳膊上咬了一口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李寻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卷麻绳，别看这绳子普通，它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捆腰绳。捆腰绳是用雷公藤的藤蔓所制，自古巫医同源，许多中药名字，现代人不解其意，在道教中却都有记载。雷公藤能吸收雷雨天散射的雷光，是妖怪的克星。细细的一卷绳子一捆上，雷光一散，刺入妖物的皮肉，让它短时间内失去反抗能力。趁李寻压着黄鼠狼，我把绳子飞快地往他脖子上一缠，他挣扎了一下，转头想咬我的手臂。我大吃一惊，他不是妖。我伸手捏住他的脸颊，他两眼通红，瞳孔却很有神，看着并不像被邪灵附身。那他身上的黄鼠狼妖气是哪来的？愣神间，黄鼠狼死死盯着我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你是茅山派的小道士陆灵珠？嗓音像粗糙的石头刮过玻璃，难听又刺耳。我冷哼一声，陆灵珠是谁？这黄鼠狼应该被茅山的道士对付过，把我错认成了其他人。道教门派众多，茅山的上清路、格造山的灵宝路、龙虎山的正一路都属于正一派。正一道又称天师道，正以治邪，一以统万，是驱邪捉妖最厉害的一派。我学的许多道法，便是来自他们这派。现在这东西能从茅山道士手里逃出来，肯定不好对付。我顿时打起了12万分精神。就在这时，窗户忽然啪啪作响，躲在旁边的鸡毛姐又发出一声尖叫。我扭头一看，只见窗外飞舞着许多纸钱。不对，不是纸钱，是纸人。白色的纸张，巴掌大小，剪裁成人的形状，正顺着窗户缝隙钻进来。有几个钻进来的纸人在空中飞了一圈，忽然冲到鸡毛姐脸上，死死呼住她的口鼻。鸡毛姐疯狂挣扎，拼命撕扯，单薄的一页纸却怎么都撕不下来。窒息感带来的痛苦开始让她闷哼着满地打滚。李寻飞扑过去救她，帮着扯她脸上的纸。他这一松手，黄鼠狼摆脱了钳制，立刻伸手往怀里一掏，一阵黄色的烟雾陡然喷射而出，我顿时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是因为我本能地闭上眼睛。我从小到大闻过许许多多的味道，但没有一种臭味能跟此时的相比。就像尸体腐烂，泡进酸臭的螺蛳粉里，然后搅拌上榴莲，再丢进燃烧的塑料橡胶，所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穿透力极其强大，从我的鼻腔里四散，口腔里、大脑中、浑身上下全是这种刺鼻的臭味。我眯着眼睛，被熏得眼泪直流。李寻已经开始哭了。李佳佳，你这是被吓得拉裤兜上了？你都吃了啥呀？我操！黄鼠狼的屁除了臭，还有致幻功能，我脑子已经开始迟钝。我甩了甩头，立刻默念静心咒，同时手掌一翻，从口袋里掏出了雷击木令牌。妖精怪灵想修炼出人形，是一个违背天道的过程，上天会降下劫难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渡劫。雷劫对妖来说，轻则修为散尽，重则灰飞烟灭。就算已经度过雷劫化成人形的妖，前100年形体不顾，碰上天雷也容易修为倒退，被打出原形。刚开始我以为这黄鼠狼是已经修炼成形的大妖，特地布置了阵法，现在阵法被破，庆幸的是它不是妖体，而是人身，那就犯不着用天劫，普通的雷击就能对付。五雷号令，一道雷光闪过，黄鼠狼面色大变，所有的纸人瞬间飞起，凝聚到他前面，被雷劈中，在空中燃烧起来。黄鼠狼转身就跑。鸡毛姐原本口鼻被纸人呼住，现在一得自由，立刻张开嘴巴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甘甜的新鲜空气。哦，我操！鸡毛姐趴在旁边呕吐，被这臭味熏得整个人都傻了。现在看黄鼠狼跑，顿时怒从心头起，一个飞扑把他压到地上。敢害我，我弄死你！趁这机会，我又打出一道雷光。黄鼠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一团黄雾从他身上涌现，直接穿门而出，他整个人瞬间瘫软在地。我很意外，那道逃跑的身影才是黄鼠狼。可眼前这人毫无任何中邪的迹象，眼睛有神，瞳孔清晰，明显是有自主意识的。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，那黄鼠狼妖是他主动请上身的。自身三魂七魄齐全，对外来的邪魂有本能的排斥。正常来说，身体里是没法兼具2具魂魄的。可东北的出马仙却可以做到。出马仙供奉的是狐黄长蟒4大家族，再加上鬼仙清风，也叫5路人马。所谓的狐黄长蟒，狐是狐狸，黄是黄鼠狼，长是蛇，也称长冲，蟒是体型大的蛇。这些在正统道教眼中不过是修炼的妖灵精怪，却是出马仙供奉的仙家。传说上古时代，玉皇大帝命令五雷神君带领天兵天将到长白山，把这一带的妖怪精灵全部歼灭。五雷神君来了之后，有个汉子说自己是长白山的狐仙，愿意将这些精怪度化正道。玉帝心软同意了，还封这狐仙为长白山众仙之首，约束这些精怪。据说这位狐仙就是后来的胡三太爷。
有这么一个由头，他们便不再认为自己是妖怪，而是自称仙家，在凡间找弟子帮自己积攒功德，最后能修炼成仙。出马仙不过山海关，他们供奉的虽是妖，但这些妖一心向道，做的也多是善事，正统道门很少找他们麻烦。可眼前这个黄大仙却指挥出马弟子杀人，那就由不得我不管了。我锁好房门，打开窗户透气，一边捂住鼻子，一边审问这个杀人犯：你是出马弟子？你们修的是功德，那黄鼠狼怎么叫你杀人？说话呀！啥？你不是仙姑，他才是出马仙。李寻显然被搞懵了，他走过来盯着那人看了一会，恍然大悟：我操，你不是吴半仙吗？你咋瘦成这鬼样子了？按李寻的说法，这人叫吴少刚，是附近一带小有名气的出马弟子，因为求事情灵验，大家都喊他吴半仙。李寻小时候被吓到丢了魂，就是吴半仙帮他喊回来的。屋子里太臭，我们去对门李寻屋子里问话，大部分都是李寻在说，吴半仙只是低着头，任凭我们怎么问，都一言不发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请神上身是你们出马弟子的手段，可那纸人却不是出自你的手，那是个黑毛做的。门派大了，自然良莠不齐，茅山派降妖除魔，可也有弟子会走歪路，这些邪修就称为黑毛。比如大家熟悉的降头术，就是茅山门人骆有昌发明的，这纸人术也是邪术之一。吴半仙抬起头，开始阴森森的笑，露出满口黄牙。别问了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。行，那报警吧。我掏出手机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，死刑没跑了，你看看还想吃点啥？我给你叫夜宵，吃完就上路吧。嘎！吴半仙的笑意僵在脸上。之前的可不是我杀的，那是大仙找其他人出手的，他们都是罪有应得。对，你别想吓唬我，之前那几次我可都能找出不在场证明的。他们是谁？大仙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问了一句。吴半仙又不说话了。算了算了，入室抢劫杀人未遂，咋也得判10年。我再找个厉害点的律师，争取给你判到15年，出来好直接领社保，这辈子就有盼头了。我打通电话，吴半仙立刻急了。别，我看你像正经的茅山弟子，我们道上的事找警察算什么？我交代，我都交代呀。刚才的纸人燃烧大半，大部分都成了灰烬，只剩下一个纸人被烧掉只胳膊，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我们谁都没再关注。就在吴半仙要开口说话时，那纸人忽然猛地从地上窜起，速度极快地朝吴半仙的脖子划过。我立刻伸手去抓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纸人锋利的边缘在吴半仙喉管撕开一个大口子，鲜血飞溅。我随手抓住鸡毛姐往身前一挡，好险，我这衣服得1-2块钱。鸡毛姐尖叫一声，鲜血洒了满身，而吴半仙就这样咽了气。我把纸人烧成的灰收集起来，重新布置完现场，报警叫救护车。吴半仙入室抢劫杀人，失手伤了自己，楼道里有监控，能证明他带着刀闯入我家。听说他就是那个直播杀人犯，案情进展非常顺利。只可惜在结案前，那间出租屋是不能住了。我站在走道里，看着门上贴的封条发愁，想了想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江浩言：你到了没啊？出租车上了，想我了。江浩言的嗓音有抑制不住的欢喜，我也跟着笑了。对呀，快点，我总不能掏自己的钱去住宾馆啊，又没谁给我报销。我转身下楼，李寻兄妹2个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大师，你等等啊，要不你住我们家吧？大家都说黄大仙最记仇，我们得罪了他，他后边还会不会找我们报仇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大师，不用怕，在他找你们报仇之前，我先把他收拾了。要真有事情你就打我电话。我掏出手机和李寻扫一扫加好友，不远处忽然响起一道喊声。乔墨雨，我抬头一看，江浩言拉着个行李箱一路朝我飞奔过来，他额前的刘海被微风吹起，露出光洁硬朗的眉骨和一双亮闪闪带着笑意的星眸。鸡毛姐傻眼，这是你男朋友？不是啊，我同学，普通朋友。我拉住江浩言的手臂，你可算来了，走，带我去开房。李寻，普通朋友。乔大师，我也想当你的普通朋友。江浩言立马一脸警惕，这谁呀？住对门的邻居，不重要。江浩言，快带我去宾馆，我等不及了。纸人的灰烬在12个时辰里可以通过秘法追踪到施法人的地址，再晚就不行了。旁边路过2个中年妇女，听见我们说话，一脸八卦地停下脚步。啧，现在的年轻人像个啥样啊？你还别说，你看这小老弟俊的，要割我也等不及。这么一看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嘿嘿嘿，2个人一起咯咯窃笑。江浩言耳朵瞬间爆红，尴尬的伸手挠头发。等我们找了出租车到酒店的时候，他耳尖上的红晕还没褪去。我打开背包，从里面掏出黄布香炉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法坛。我把那堆纸人燃成的灰烬倒在茶杯里，用朱砂在黄纸上写了追魂符，引燃后丢进茶杯中，然后拉过江浩言的手指，在他指尖咬了一口。江浩言刚褪下热意的耳朵瞬间又红了，鲜血滴入灰烬中，并没有马上被吸收，而是在茶杯中不停地滚动，冒着泡泡。我另外取了张黄纸，粗略地叠成一个纸人的形状，然后用毛笔沾上那滴血迹，
在上头点了3点。江浩言朝他吹口气。啊，哦，江浩言不明所以，还是乖乖照做。一口气吹出，我掌心的指刃瞬间活了，他从我掌心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跳到江浩言肩膀上。这是很粗浅的傀儡竹，这指刃沾了你的气血，如果它被毁，对你的身体会有点影响。不过没事，你年轻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不像我虽然比你小几个月，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我的灵魂已经苍老世俗，不能再容忍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。我给江浩言把这几天发生的事粗略讲了一遍。那逃走的黄鼠狼修为不浅，后面肯定还要再出来害人的，我们必须早点抓住他。10月一过，天气虽然还不是很冷，但北方的夜晚降临得格外早。我们在纸人的指引下来到一个村落，村子在北郊，家家户户都有间大院子，外面走道上每隔几百米才有一盏路灯。我和江浩言走到一家院落外，纸人飞过去贴在大门上不动了，我走过去伸手敲响房门。大姨，李佳佳这玩意儿，你别看她平常牛逼哄哄的，她当时都被吓傻了。还得是我过去直接给了那吴半仙2个大嘴巴子，她跳起来咬我一口。瞧见没有，碗大个疤，我当时眉头都没动一下。行了，李寻你自个是啥玩意，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姨父回来了，你可别再吹牛逼了。李佳佳走过来打开房门，看见我和江浩言，瞬间愣在原地。乔大师，你咋来了？我没说话，手已经摸到衣服口袋里，握紧了雷击木令牌。大意了，这2个人居然真的跟那个黑毛是一伙的，他们这是故意设下陷阱，引我上钩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满脸警惕。李寻听见乔大师几个字，炮弹一样冲到门口。哎呀，乔大师，你咋到这来了？你认识我大姨呀？没等我说话，兄妹2个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了一箩筐，就差把祖宗8代都给我交代了。原来李寻的大姨父也是个出马弟子，不过他道行浅，看东西经常不准，也就村里有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叫他看个事。大姨父没办法，只能去外面打工，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提前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江苏的朋友，最近一直借住在他们家。昨天出事后，李寻怕黄鼠狼报复，不敢再在家里待，就和鸡毛姐2个人跑到了他大姨家。大姨夫很客气，带着他朋友一起去镇上买酒菜，热情招待李寻兄妹俩。乔大师，你找我大姨是干哈来了？兄妹2人眼神里透出一股清澈的愚蠢，看起来不像在撒谎。我略一犹豫，试探道：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姨夫那个江苏的朋友就是昨晚用纸人术的黑毛。李寻倒吸一口冷气，身体向后贴在墙上。妹呀，难怪那孙子看我们的眼神不对劲，咋办？他是不是还想接着害我？那还等啥？等着吃席呀！鸡毛姐果断向后一扭头。咦，我们还有事，饭就不吃了，先走了哈。说完，拉起李寻的手，扭头就跑，不带一丝犹豫。我忙追上去。哎，等等，别急呀！我们几个人跑得快，大姨追出来时，我们已经拐到了隔壁巷子里。大姨在门口气得跺脚，这俩孩子咋还那么虎呢？我追上去拦住鸡毛姐。你哥身上有黄鼠狼的气息，黑毛肯定知道。你们兄妹俩找到这来，他以为自己身份被发现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先找个院子躲起来，我布个阵法，把你身上的味道遮一下。鸡毛姐顿时满脸感激。乔大师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前面是赵一鸣家，他爸在外面打工，一鸣念大学，寒暑假才回来。他家平常空着，都委托我大姨照看，我们去他家躲躲。赵一鸣家大门锁着，我们翻墙进去，我随手捡了几颗石子，画一个圈，叫李寻兄妹俩待在圈里。你们在这站着别出来，等我解决掉黑毛，再回头找你们。其实我撒谎了，这就是个普通的石头，根本不是什么阵法。一来我信不过这对兄妹，二来就算他们2个说的是真的，我也打算以他们为诱饵，引黑毛过来，来个瓮中捉鳖。我和江浩言翻出墙外，故意朝外面走了几步，然后又绕到后院，从后院翻墙进了屋子。从后门进了屋子，我猫着腰在客厅里开始摆真正的阵法。居阴阵是一种请君入瓮、关门放狗的阵法。这种阵法借36柱引魂香，营造出一个异常强大的假象，但却故意要卖给对方一个破绽。对方一旦进入阵法就出不去了，除非把施法者击倒。李寻兄妹俩站的地方就是这个破口，到时候黑毛出现，他们2个必然要跑，一跑破口触发，引入阵内，在我和那黑毛分出胜负之前，谁也走不了。我摆好香炉，点上引魂香，脚踩雨布，按着7星北斗的方位把引魂香插上。一切准备齐全之后，我和江浩言蹲在客厅的窗户下面，朝外偷看院子里的动静。李寻和鸡毛姐依旧站在圈子里，李寻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，一手搭上鸡毛姐的肩膀。刚刚乔大师咋说的？你们站在这别出来。妹呀，那你说我能坐下吗？我坐下这阵法会不会就破了？鸡毛姐摸着下巴，凝神思考。哎，你说那江浩言真是他对象？我琢磨着应该不是，他不是道士吗？道士不能找男朋友吧？破戒了都。哎呀，你懂个鸡毛，和尚才要守戒，道士好像用不着的。嘿嘿，佳佳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小老弟了？你还别说，咱们兄妹2个眼光是一致的，这个战略目标也是统一的。
到时候我先去色诱乔墨雨，你趁机把江浩言拿下。你瞅我这胳膊上的大肌肉块没有？迷死他！嘘，别说话，门外有脚步声。寂静的月色下，有2道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最后在院门前停住。李寻和鸡毛姐站直了身体，几乎不敢喘息。下一秒，有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传来，咔咔2声，房门打开，一高一矮2个中年人出现在眼前。李寻瞪大眼睛，大姨父皮笑肉不笑，不在姨父家吃饭是嫌菜不好吗？哈哈，那哪能呢？姨父你……李寻不说话了，因为他震惊地发现，刚才姨父和他说话时，嘴巴没动，像是肚子那发出的声音。结，陆灵珠在哪里？黑毛转头关上房门，在院子里打量一圈，居然从江苏追我追到这，可把你给闲得。他穿着一件运动外套，一边说一边拉开外套拉链，鸡毛姐顿时发出一声尖叫。只见他外套里密密麻麻挂满了老鼠，这些老鼠个头比一般的大上许多，双眼猩红，沿着他裤腿朝地上爬。我最讨厌老鼠，立刻一手握紧雷击木令牌，一手捏了个指诀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到不对劲。道家人用法术，虽然没有传说中的内力那么夸张，但是也是用意念默诵法咒引发能量的，这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。可就在刚刚，我正要集中精力，立刻感到大脑一阵刺痛。我心中大惊，他妈的，我中计了！有一种能让人致幻的菌类，叫裸盖菇，提取它的成分混入中药里，用秘法炼制以后做成香，无色无味，致幻药效大大减弱，却能让人短时间内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这种香叫散魂香，有些黑毛在和人斗法时，经常会用这种香，差不多等于武林高手遇见了蒙汗药，主打就是一个下三滥。我没和黑毛打过交道，只听师傅偶然间提起过，竟把这事给忘了。这黑毛估计早就算准我要来找他，在李寻大姨家院子里一直点着香，刚刚站在他们家门口说话那会，我就中招了。迷香吸入身体，到这会开始发挥作用。不过这东西药效时间不长，只要我再撑过半个小时，就能恢复正常。我拉着江浩言，小声把情况说了，然后用眼神示意他出去避避。阵法摆在这，谁都没法离开太远，只能先找地方躲藏，别让他们发现。我们从后门偷偷溜出去，然后翻出院子，藏在门口的灌木丛里。过一会，就听见屋子里传来鸡毛姐的叫骂声，还有东西掀翻在地的响声。哥，你先顶，我去找乔大师，我顶你个肺啊！李佳佳，你这个卖胸求荣的小人！鸡毛姐念过武校，身手敏捷，居然很快就翻墙出来，朝外面一路狂奔。可刚跑出几步，就像遭遇鬼打墙一样，转了个圈，只能绕着院子外面跑。这院子差不多是村子最外围，后头种了几棵大杉树，还有不少灌木。鸡毛姐找个灌木就钻了进去，正躲在我们对面。大姨夫追了出来，我忙伸手捂住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他绕着院子走了2圈，抽抽鼻子，朝我们这边走过来，然后站在我躲的灌木丛前不动了。他仰头看着头顶的树枝，好像在找有没有人躲在树上，胸口正好和灌木齐平。原本以他的视线是看不见我的，可下一秒，我看见他胸口的扣子从里面解开，一只毛发浓密的手从他胸口探了出来。我心脏骤然一停，紧接着一个头颅钻了出来，头发盖着脸，看不清长什么样子。当地师这么多年，我遇见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，胆子早就练得比一般人大，但是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我心里还是忍不住阵阵发毛。那只毛手掀开头发，黑漆漆的瞳孔正对上我的视线。这是一张女人的脸，正常的眉毛和眼睛，鼻子嘴巴却是黄鼠狼的，鼻头耸动，獠牙朝外掀起。嘻嘻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呀！毛手朝我伸过来，我实在忍不住，一拳倒上他的眼睛，然后身子一侧，从灌木里滚了出来。我知道出马仙有门道，可没想到他们的门道这么变态。出马弟子在出马之前要经历打窍，所谓的仙家会将弟子的奇经八脉和七窍全部打开，方便自己以后上身。打窍的过程，很多出马弟子不适应，会生病，举止癫狂，经常听说谁疯疯癫癫一阵子，后来就出马了。那具身体被仙家打完窍，能容纳他们上身，就会产生像大姨夫这样2头1体的怪物。有些窍穴打磨完美的，甚至能同时容纳好几个仙家。但是一般上身的也只是魂魄，不像这个黄鼠狼，好好的要从人家肚子里钻出来。这种形式的上身，能最大程度发挥黄鼠狼的法力，我现在肯定不是他对手。所以我从灌木里钻出来，也不敢跟他正面对抗，转身就跑。跑了2步，江浩言追了上来，再跑几步，前面又一头撞上李寻。李寻衣衫褴褛，肩膀上还挂着2只大老鼠，看见我和江浩言朝他冲过来，他大喜。乔大师，你来救我了！我没理他，摆着手臂从他旁边冲过去。李寻一愣，立刻把那2个老鼠丢掉，把腿追了上来。乔大师，你去哪？那个黑毛在院子里呀！我法力暂时没法用。我刚说完就停下了脚步，因为黑毛正好打开院门走出来，拦在我们前面。背后是被黄鼠狼上了身的大姨夫，正面是黑毛，我们3个夹在中间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危急时刻，我灵光一闪，掏出口袋里的雷击木令牌。
待会我念五雷总咒，你们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到我手中的令牌上，用意念把他的雷力引出来。不过你们没练过这个，初次尝试要童子身才比较容易成功，精力纯粹，引出的雷光威力应该不小。啥玩意儿？李寻一愣，开啥子玩笑啊，童子？哈哈哈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这半夜三更去哪找童子？说完，他震惊地盯着江浩言，看看他，又看看我。你该不会是……哈哈哈，大兄弟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我的天啊，太好笑了吧！江浩言没理他，我开始念五雷咒，他就按我说的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雷击木令牌上。很快，我感觉手中的令牌轻颤了一下，一道小拇指粗细的雷光从令牌里窜出，射到大姨夫身上。大姨夫立刻发出一声惨叫，我大喜，居然真的有用！江浩言，你继续。李寻在旁边震惊地看着我们，我去，厉害了兄弟，你还真是童子啊，牛逼！这要是我去引雷，估计连片树叶子都打不烂。哎，我打小学就开始谈恋爱了，早知道有今天，哥就收着点。黑毛和大姨夫比起来，显然不那么怕雷光，他是人又不是妖，雷光对他的身体产生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人，低声念了句咒：生魂一线牵，捉魂在指尖，纸人听我令，速速显神通。去！黑毛扬手把纸人撒出，纸人立刻朝着我和江浩言飞过来，干扰江浩言的注意力，让他没法再引出雷光。黑毛对付我和江浩言，大姨夫就腾出手来收拾李寻。他胸口的黄鼠狼发出几声尖笑，手臂越伸越长，竟然从大姨夫胸口探出半个身体，然后大姨夫猛地往前一扑，把李寻压倒在地。大姨夫压住了李寻的胳膊，黄鼠狼张开獠牙朝李寻小腹咬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寻忽然大叫一声，一道手臂粗细的雷光从雷击木令牌里窜出，直接击中大姨夫，把他整个人在空中掀了2个跟斗，掉在地上，生死不知。我们都惊呆了。江浩言正胡乱挥着手拍那些纸人，这不可能是他引的雷，那就只能是李寻。我冲李寻比个大拇指，你藏得够深啊，这雷光，你怕是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吧？李寻坐在地上大喘气，脸色瞬间一变。诽谤啊，他诽谤我呀！我翻个白眼。行了行了，贞操是男人最好的嫁妆，这是值得骄傲的事。黑毛见形势不妙，犹豫1秒，忽然转身就朝院子里跑了。我走上去查看大姨夫的情况，雷光对妖的伤害极大，他体内的黄鼠狼估计也受到重创，根本没有能力再化形出现了。我蹲下身，准备伸手将大姨夫翻过来。他背朝我趴在地上，我的手碰到他肩膀的时候，他的后脑勺忽然咧开一张尖嘴，猛地朝我手腕咬了一口。手腕上一阵剧痛传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用力甩着手朝后退了几步。然后我就看见大姨夫的后脑勺探出一张老鼠脸，这张老鼠脸就像一个信号，下一秒从他的后背、胳肢窝、屁股上乱七八糟冒出许多动物脑袋，一个个双眼猩红，青面獠牙，形状可怖。李寻已经完全吓傻，我操！我也傻眼，这方圆几百里的妖物怕不是都上了他的身吧？妖气冲天，这还打个屁呀！手腕被咬破一个大伤口，鲜血淋漓，一股寒意顺着手臂往心脏处游走。我用力压住伤口，念了个净身咒：灵宝天尊，安慰身形，弟子魂魄，五脏玄冥，青龙白虎，对仗纷纭，朱雀玄武，侍卫身形。净身神咒能令身体内的4正之神归于正位，消除身业，拥护身形，防止黄鼠狼的妖气侵害到身。这一念完，手腕上的痛感消减不少，我才发现我的意念恢复正常了。我心疼地看着伤口上的血迹，拳头都硬了。我的血，你们知道有多宝贵吗？ RH 阴性血又叫熊猫血，道教里也有属于自己的熊猫血，那就是传说中的三清血。三清是道教的最高神，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，你们就该知道这种血液有多牛逼了。这种血液至纯至净，蕴含阴阳，不管加在任何术法上，都能数倍的提升威力。我从包里掏出七星剑、桃木剑、法尺、北辰念珠，然后摁在伤口上摩擦，鲜血不要钱的往上头抹。大姨夫，哦不是，现在已经是个多头怪物了。多头怪每个头颅都龇牙咧嘴的尖笑着朝我冲过来，我举起法器朝他身上一顿招呼，2把剑各自砍下2个头颅，再用法尺砸烂一个蟒蛇头。我从来没感觉自己有这么豪横过。怪物尖叫一声，头颅又纷纷从身体里缩回去，大姨夫瘫软在地，像个破麻袋一样，身体有种四处漏风的感觉。我冲回院子里，黑毛正起了个法坛，见我进来，朝我猖狂大笑，哈哈哈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……哎呦我操！我桃木剑劈中他手里的葫芦，一脚踹翻法坛。黑毛吓一跳，继续猖狂，哈哈哈哈！这里头装的可是我养了20年的绝煞，我操！我直接在雷击木令牌上抹了一手血，一道雷光闪过，绝煞刚从葫芦里钻出来，就被我当场超度了。黑毛傻眼，你绝不可能是陆灵珠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冷哼一声，没搭理黑毛。聚阴阵摆在这，在36柱引魂香烧完前，所有妖物都逃不了。我满手鲜血，闭眼开始解手印，临兵斗者，皆数组前行，这几个字
如果改成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，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。九字真言是道家密咒，抱朴子中曾介绍，临兵斗者皆数组前行，常当视之，无所不辟。意思是说，常念这9个字就可以避除一切邪恶，人宅清吉，五毒灾难不尽。在晚唐时期，密宗由中国向日本传播，在日本形成了东密。在东密的传播过程中，又深深影响了日本忍术，密宗的咒法被日本忍者大量吸收。九字真言和密宗的手印逐渐成为一种忍术的密修法门。不过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误抄，数组前行就成了如今的阵列在前。所以这句话并不是来源日本，而是我们道教的九字真言。真言避除一切邪恶，所有的妖邪都显出原形，但是被困在聚阴阵中走不了。一大群动物站在院子门口，一脸呆傻。我料你们修为不易，都老实交代，为什么跟着这个黑毛害人？黄鼠狼狡诈，蛇阴险，老鼠卑鄙，但是刺猬生性胆小，特别老实。我一问，他就恭恭敬敬地回答：是白老大叫我们干的，他说我们不这样做就吃了我们。我举起雷击木令牌，朝另外几个不说话的妖物一个来了一下，顿时响起一片鬼哭狼嚎，一个个争先恐后，开始说起事情缘由。建国以后不许成精，所以这些妖怪都是100年前的。现代社会灵气稀薄，他们的法力一直没什么进展，只能在人间找出马弟子，慢慢积攒功德。这其中有一个白狐却是最特别的，他有快300年道行，只差一步就能修炼成人形。前段时间，白狐强迫他们给他做事，去杀人收集生魂。收生魂，我心头涌上一股浓重的不安。魔鬼城那幅壁画在我脑中不停地闪烁。生魂是复活蚩尤的关键，那条蛟蛇逃走了，所以这一切都跟他们有关。我转头看向黑毛，那你呢？谁叫你这么做的？黑毛嘿嘿一笑，正要说话，院子里的纸人忽然漫天飞舞，将黑毛围在中间。锋利的边缘不停从黑毛身上划过，不一会功夫，黑毛就成了个血人。他惊恐地大睁着眼睛，双手捂住脖子，喉咙里发出呵的响声。我大惊失色，九字真言避除邪恶，到底是谁还能在我的阵法里施展邪术？我上前一步，握紧黑毛的肩膀。我知道你不行了，你先等等，先别死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黑毛张大嘴巴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手。说完就咽了气。我愣在原地，陷入沉思。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江浩言低咳一声，看向我的脚，有没有可能是你踩着他手了？我低头一看，忙缩回脚。不好意思。黑毛就这样死了，其他精怪杀人损功德，我不能再任由他们留在这，只能暂时收进葫芦里，日后跟着我一起驱妖除魔，把功德挣一点回来。实在是因果太重，挽救不了的，就当场超度了。引魂香燃完之后，我让他们带我去找白狐。出乎意料的，这狐仙牌面还挺大，在市区里有一座狐仙庙供奉，香火旺盛，人流不断。可惜其中供奉的雕塑已经开裂，庙里没有任何妖气，早就已经人去楼空。我在庙里布置阵法，蹲守3日，都没等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回学校上课。就在我离开哈尔滨的当晚，我做了个梦，依旧是那间熟悉的狐仙庙。我走进庙里，寺庙后院廊檐下摆了张躺椅，一个人背朝我躺在躺椅上，躺椅嘎吱嘎吱作响，一头雪白的狐狸趴在他脚下。你来了！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坐起身，居然是他。本篇完番外，乔墨与施法收服那些精怪，李寻傻愣愣的在旁边看了半晌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我妹呢？李佳佳，你躲哪去了？李寻绕着院子好一阵找，才终于在一个灌木里发现了李佳佳的踪迹。我可真服你了，你是真能躲呀！你是不是准备今晚睡这树丛子里头了？李佳佳悄悄探出一个头来。搞完了，谁赢了？李寻翻个白眼，这不废话吗？我们要是输了，我能囫囵站在这跟你说话？你是没看见中间的过程有多精彩，全靠你哥。我这劈手一个雷光，好家伙，比奥特曼光还厉害，柱子那么粗，大衣服都灰飞烟灭了。你就吹吧你。李佳佳撇撇嘴，从灌木丛里钻出来，跟着李寻往外走。趁着没人注意，他把手里的一张纸人捏成团，丢到路边。纸人无风自燃，很快就燃成了一团灰烬。李佳佳嘴角勾起一抹笑，快步跟上去。乔大师，你可太厉害了。